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经典8合1之赤色要塞。红白机版本发售于1988年，街机版本发售于1986年，要早2年。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，但是街机版是相当的简陋的，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版面，最终 BOSS 也只有一个要塞而已。所以说红白机的版本算是大幅度的进化了。赤色要塞我好像录制过好多次，但是绝大部分录制的都是改版，比如说使用小兵的版本，比如说使用直升机的版本。这次放假就给大家录制经典的原版。其实这款游戏我还录制过磁碟机的版本，磁碟机的画面和红白机版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卷轴是不能左右进行带动的。关卡的要素比红白机也要少，可能就是受到了磁碟机载体的限制。这次玩争取把所有的人质都救走，但是如果我有遗漏的也没有办法，现在这个记忆力感觉真的是下降。就在刚才我录制视频之前，找自己的眼镜找了一圈啊，感觉这个东西从我手里放下就没了。前方就是第一关的 BOSS 战，4辆蓝色的坦克。火箭弹炸出来的火花是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的，这也是这几个 BOSS 比较讨厌的一点。但如果是2个人玩的话，每人一发火箭弹就可以把他们秒掉了。游戏的长度是6关，每一关都有 BOSS。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录制的街机的版本，街机版的难度真的是高啊！你调整你的车辆朝向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延迟的，并不是你想往哪边射就可以往哪边射的。而且你的火箭弹炸到地面再崩出火花也是有延迟的，并且敌方的这些炮台还有坦克，当你打爆他们之后，他们会短暂的在地面留下灰烬残骸，他们留下的东西你是不能撞的，撞到的话就是一条命。我刚刚开始练习街机版的时候，挂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刚刚干掉敌方的坦克或者是炮台，然后自己就走过去了，把自己给撞爆了，真的是太不适应了。因为你玩了30多年的一款游戏，突然改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，记不住啊。第2关救出了多少人质我也没数，好像是救全了吧。如果有落下的也是火力房里边的人。人质房里的应该都救走了。这款游戏的主要剧情其实就是摧毁敌方的基地，然后救出己方的人质，并且在游戏的设定当中，开车的还有发射武器的是2个人，2辆车就是4个人，分别是德尔克上校、鲍勃中尉、昆特中士还有格雷下士。这个设定还是很详细的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，这款游戏没有续作了。
我知道可能很多小伙伴说大叔不对呀，前2年在电脑平台曾经推出了续作。我知道大家说的是哪款游戏，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大家玩那款游戏了吗？如果你玩过2分钟，你就会发现完全就是2个东西。你在里边除了开车之外找不到任何一点关于赤色要塞的影子，所以说也是非常的遗憾。不仅是赤色要塞，8合1里边的绿色兵团也是同样的情况。绿色兵团我在街机上也录制了2座，其中2代的素质还可以，你能够看出来它确实是绿色兵团，相关的元素也都在，但后面就没有了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在360平台的自制系统上玩过一款所谓的绿色兵团的续作，那款游戏我也玩了，我也有一台360，但是它真的是2个东西啊。所以咱们小的时候刚刚接触红白机的时候，这一批游戏哪怕出点复刻也可以啊，都没有奢望它能够重置。我的这张8合1里边的魂斗罗系列还有沙罗曼蛇系列还算是生存当中，当然了，我感觉沙罗曼蛇也有点名存实亡的味道。魂斗罗的正统续作也好多年没有见到。另外跟大家汇报一下进度，上一期我录制魂斗罗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我在玩 P5， 玩了好几天还在攻略第1个迷宫。录完上期视频之后我就痛定思痛，集中精力终于是把第1个迷宫打完了，现在正在攻略第2个迷宫。感觉发完牢骚之后自己的游戏热情又回来了。另外也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，这次录制赤色要塞也是录制了2次，上一次在打第4关的 BOSS， 就是本关 BOSS 的时候翻车了，因为这个 BOSS 是个大型的直升机，他每次开出来还会回去，我就想让他开出来就别回去了，这样的话你需要近身和他搏斗，需要掌握好 BOSS 子弹发射的时机还有节奏，但实际上它的弹速是非常快的，射得非常快，咱们大概需要打它7下才能把它干掉，但是它出来1次的时长是比较短的，你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射它7次，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。你还要避免被对面射到，这比拼刺刀的难度还要大。刚刚这种车真的是初见杀呀，我估计当年玩这款游戏的小伙伴没少被他坑，而且本关有2个路口是有这种车守着的。第4关的人质我好像是没有落下，有落下的小伙伴可以提醒我呀。我记得上一次录制这款游戏本来说好的要救出所有的人质，结果
第4关和第5关好像都落下人质了，就是这个家伙呀，一共需要打他7下。其实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玩的时候能够一次性把它带走。直到近些年在网上看了那些大神是怎样攻略这个 BOSS 的，才发现还有这种操作呀。第5关的战场也比较开阔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是有火力房的。这个房子很坑，里边装着一个坦克。这里我必须举手啊！我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打到这里就被他撞过。而且这个房子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普通的火力房，守着房子的小兵都是站在房子的前方，但是刚才那个他是站在侧面的。我感觉我的火箭弹射的也不准了呀，这个很致命啊！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射不准啊。如果是双打的话，2个人配合，有些地方的难度还能再低一点。其中一个人负责在后方固定屏幕的位置，然后另外一个卡视野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，2个人配合的时候都这样干过。左边的这个房子真的坑啊！很多情况下我直接从右边就上来了，把人质运走了，然后等我再去捡左边的那个直升机就已经飞走了。这里的机场离 BOSS 战就很近了。第5关的 BOSS 只需要炸毁4个车库，然后再把门炸开就可以了。墙上的炮台其实是不用打的。第5关救出了很多的人质，但是这也让我想起了街机的版本。街机版的车上可以乘坐的人员是有数量限制的，所以说有些情况下你就面对取舍，车上已经满了，后面来的带着火力的人员上不了车。第6关的难度是整个关卡流程当中最高的，它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有一个不确定的元素，就是直升机。直升机应该是隔一段时间就出来一个，它和你的关卡的攻略进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所以说每次你玩的时候节奏上差一点，那直升机出来的时机就不一样。有些时候地形非常狭窄，这个时候正好直升机出现了，就非常难处理，因为它的子弹射速也是非常快的。这里如果想救出所有人质的话，需要注意炸开人质房的时候，不要让人质房处在屏幕的边缘，否则的话有些人质就会被带没了。我在这儿送人质，直升机就出来捣乱。
出来的时间也太快了吧！我送了一波人质，他出来3回。其实细想的话，关卡的流程也不长。看高手玩速通，大概8分钟左右，6关就都打完了。8分钟我才走了一半啊！前方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星星。星星应该是3种，一种是清屏，闪光的应该是增加火力，还有一种绿色的是奖命。其实这款游戏有一个比较怪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机枪只能向前发射。这个你细想的话就非常奇怪，如果它的机枪角度是固定的，那你车头转换位置，机枪也可以转换。感觉这个不是机枪，是指北针啊，一直都是朝北。我之前好像录制过一个改版，就是机枪的位置随着车头的方向变化。这里来到了最终 BOSS 战，首先是1阶段。这款游戏日版的名字叫做《赤色要塞》，美版应该叫做《豺狼部队》。最终 BOSS 讨厌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有一门副炮。好像之前我录制过一个改版，最终 BOSS 上面有2门副炮，子弹更加的密集。这样打完了。看着最终 BOSS 爆炸，我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，第一次和小伙伴联机通关的时候，真的是超级开心啊！感觉自己好久都没那样开心过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经典8合1之赤色要塞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